嗨，大家好，我是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上一周去师大分部的排球场那边跟我的朋友们一起打球的一些片段。然后我想要用这个片段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跟大家分析一下我们平常打球会注意到的某些地方。那今天的重点是在多点进攻还有处理球。那我们就开始咯。首先呢，我们最一开始当然是要先来讲多点进攻。那多点进攻顾名思义就是很多个点同时进攻嘛。那我们来看一下，像现在这边这一颗多点进攻，我们同时会有快攻，也会有第二时间的攻击。那你看，我们快攻虽然没有打攻击，但是我们会骗到对方的拦中手，那这样子对方就少一个拦网的战力，所以变成说我们打两边长攻的，或者是打后排的其他攻击手，面对只有一支拦网，所以就更有机会可以突破。再来，多点进攻有一个好处是，举球员有很多的选择可以举，就像是我这一波攻击我想要打快攻，这一波攻击我想要打两边长攻，这一波攻击我想要打后排，随时都会有攻击手在准备，随时我想怎么举就可以怎么打。所以对于举球员来说，它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一种攻击战术，就不会变得是都很单调的拉长攻在打，因为太单调的攻击其实会让对方的拦网手变得很好跟。那当对方的拦网手跟上来的话，其实我们自己的攻击手就会变得很难打，被拦下来的风险也越来越高。所以维持多点攻击，除了让举球员有更多的选择之外，对我们自己的攻击手来说也是更轻松，就是大家可以帮忙分摊一下那个得分的压力。像这边大家就可以看到，同时有很多个人在场上跑。你看，像左边长攻、后面长攻，1号跟5号都有人打，然后后排有一个我在跑中间后排老二。但是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这边少了什么？没错，就是少了一支快攻。那这时候，当举球员想要举一支快攻，然后做一个突袭，结果我们的快攻没有打，那我们就失去了这样一次的进攻机会。因为很多举球员其实会想要在一个来回波很刺激的时候，突然来一个意料之外的快攻。那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容易得分的一种进攻方式，因为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应该会来不及跑快攻。所以这边也是在提倡跟大家说，快攻手其实就算是在来回波的时候，还是记得一样要跑快攻，不要浪费了你的攻击能力。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发起进攻是很重要的，以进为退。好，那再来你看这边，当我们攻击节奏变快的时候，会非常干扰对方拦中的判断。像这边这一颗就是我们节奏很快，打 B 又打长攻，那对方的快攻会被我们的 B 吸引住，然后他就跟着快攻跳起来。所以在长攻的部分，只有一直拦。当然就是让我来把握得分机会的时候，对方拦中刚好被骗了一个很尴尬的起跳。维持多点进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背后长攻要打的时候，对方的拦中已经知道是背后长攻，但是他还是来不及跟到位一起并拦网。所以这就是多点进攻的好处。好，那再来我们要来讲处理球。其实处理球大家很容易听不懂，那处理球就是把修正球打过去。那什么是修正球呢？修正球就是当我们接发球接不好，举球员不好举，或者是由其他的球员来帮忙举长攻或是举快攻的这种球，就叫做修正球。那处理球就是专门打这样子修正球的攻击。那处理球说简单很简单，说很难也很难，因为处理球基本上我们只要轻轻的拍过去，或者是用高低手送过去，这都是一种处理球。但是当我们想要弄出一个很稳定，然后又攻击威力又非常强的一种处理球，用一种修正攻击的方式打回去的话，风险就非常高。整体来说，我们很难去抓到那个高球的时间，或者是就是跟网子跟对方场地的相对关系。因为修正球，因为处理球是在一个不是好球的位置打球，
那所以他们的误差值就会变得很大，甚至你可能在2米打、3米打，那这样子的非常大的误差，那会造成我们的那个攻击的效率会变差，所以处理球非常非常的重要。举球员不可能每一次都举好球给你打，那所以当你遇到时间点不对的球要怎么办？那当然就是靠你的处理球啦。像这边我们请来那个本届大专 MVP 来示范他的处理球、吊球。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一颗其实是他起跳的时间点跟举球员举的高度有点不太搭。那他想到的方法是在空中维持自己的身体，然后最后用吊球的方式把这颗球处理过去。虽然没有说一定可以得分，但相对来讲至少不会失误。然后这个吊球如果是处理到一个对方不好接的位置的话，那我们也有可能就这样得分了。所以处理球是非常需要技巧跟我们的智慧、聪明的打球。那我们这边这一颗就是我打的，因为举球员举的这一颗好像不如预期，那我想办法就是把这颗球用轻敲的方式把它处理过去。那刚好是打在一个对方不好接、没有准备的位置，那这颗球就送回来变成一个 chance ball。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这一颗还是打奥赛了。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这样子的处理球就是一种有效处理球，因为我们可以重新组织一波攻击。那我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技巧，就是你在来回拨的时候，攻击手都尽量要塞印，就是跟举球员打暗号。因为当举球员在跑动的时候，他其实有可能他会乱掉，他会没有办法知道说，哪一只攻击手是躺在地上的，哪一只攻击手在准备攻击，哪一只攻击手不想打，就是有各种情况。所以我们要透过塞印，然后让举球员去判断说，这只攻击手可不可以打？那我是不是可以举给他？所以攻击这件事情，不管是打正常的好球、打交叉战术、打多点攻击，甚至到打修正球、处理球，这些时候，其实我们攻击手跟举球员的搭配是非常重要的，所谓的默契啊。那这边这一颗又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除了举球员以外，当然一定会有机会会是举球员以外的人举球、举修正球。那这时候我们非常需要，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准备攻击，这是因为你不知道球会不会来找你。然后你看，像我这边这一颗，其实我很难去修到长攻的攻击，所以我就去找了一个比较近一点的后排老二的位置举修正球。那后排这一支攻击手有准备的话，他当然就可以上去打攻击。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维持一个进攻的攻势，而不是就只能送呛死，然后让对方打回来。好，又来一颗处理球。你看这颗很明显，举球员举得不够长、不够高。那我就是想办法去把这颗球处理到一个对方9根号2最远最后面的那个角落，然后让对方有点来不及去反应。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我们会打直线或斜线，通常不太会有人去想说对方是直接瞄准那个角胶，那就是一种出乎意料的攻击嘛。来，下一颗一样，就是当举球员以外的人举球，我们一样都要准备进攻。好，那这边有个小撇步，就是当你在打修正球的时候，最一开始如果说你不太能掌握跟网子之间跟对方场地的距离还有空间的话，你其实可以先朝着对面的大角开始打，也就是刚刚说的9根号2的地方，朝着那个大角打，你有最大的机会可以进到场内。好，来最后就是一些骗花。像这边这一颗，我本来打算要直接后排攻击，然后骗一个举给修正球，结果我们举球员把这颗球接在我的后面，你看我用这么丑的姿势把它举出去，跟我想的不一样啊。然后左边的汉义在那边跳芭蕾，大家有听到我们这一队在场上的喊声很吵吗？那这其实是一种提振士气的方法啦，但
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一队都是屁孩，除了我。好，你看这边大家看似非常的流畅，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要打什么位置，自己要打什么球，然后修正球、举球的队友也都知道要把球举去哪里，然后该怎么办。但是总是会有意外的嘛。你看这一颗，我跟博凯就不知道在干嘛。然后明明是举球员，还在那边跟我抢手背。哦，这边讲一下。举球员要尽量放掉第一颗，如果说队友可以帮忙的话，然后你要去举第2颗球。好，那我们今天的分析影片就先到这边。那大家都懂了吗？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我都会尽力的回复。毕竟我现在上班族，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回。好，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